娘，侯府日子富贵是1等1的好姻缘，姐姐是嫡长女，嫣儿愿把这桩好姻缘让给姐姐，嫣儿自己去嫁那司空公子。嫣儿，你可想好了，楚侯爷是1品侯爷，那司空公子虽高中探花，但家境贫寒，若你嫁过去，没事的，娘，这样也好补偿姐姐这些年寄养乡下受的苦。哼，司空公子日后可是要登阁拜相做大官的，怎么都好过那个短命的侯爷千百倍。你也听见了，日后你可要记着嫣儿对你的好。去了侯府后，你们姐妹之间可要多多帮扶。是，母亲。嫣儿知道娘心疼嫣儿，舍不得嫣儿吃苦，那就多给嫣儿准备些嫁妆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既把好姻缘让给了你姐姐，多给你些陪嫁，她自然是愿意的。前世母亲可不是这般说辞，你可知嫣儿嫁进侯府这种高门大户，嫁妆少了是会被瞧不起的。蠢妇，还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殊不知以后司空公子登阁拜相，那时我便是尊贵的首府夫人，而你却只能春闺寂寞独守空房，最后落得个偷情被呈堂的下场。我叫苏锦晴，重活一世，没想到嫡妹也重生了。可惜妹妹你不知道的是，前世司空景能走到首府之位，全靠着我在背后出谋划策。今生托妹妹的福，我就做一个有钱有闲、死相公的1品侯夫人了。我叫苏锦晴，是吏部尚书家的嫡长女，自小跟随祖母在老家长大，及笄之后才被接回京城。同年，安平侯世子与新科探花同来苏府提亲。前世长在母亲身边的嫡妹，毫不犹豫选择了侯府世子楚兴兰，而我嫁给了探花郎司空景。侯府规矩严苛，你又在乡野中长大，恐辨不得什么是非。倒是那探花郎，我看他仪表堂堂，又有治世之才，与你也算是一门好亲。探花府着实不是什么好去处，那司空景家境贫寒，性格懦弱，其母又极为强势，若非我步步为营，机关算尽，一步步帮他运筹帷幄，他司空景如何走出那般的锦绣前程？夫君，你明天将此奏折上奏，定能引起皇上的注意。晴儿，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我司空景发誓，此生必不负你。我相信你，夫君。可男人的誓言又怎能轻信？待到功成名就时，娇妻不娇，美妾却美。晴儿，你一向宽容大度，我保证，孝孝进门以后，绝对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。年少时，谁又能不对自己的夫君抱有期待呢？可当美妾一房接着一房的抬进来，我的心也从哀痛欲绝变得毫无波澜。司空景一直信守承诺，留着我的正妻之位，可我知道，那是因为他首府的官职是我一步步扶持而来，他不敢对我不敬，他与我保留着夫妻表面的和气。与其说是因为爱我这个可笑的说辞，倒不如说是因为他怕我。反之，我的好妹妹嫁入侯府1个月，夫君就出征战死在边关，她坐着侯府主母的位置，却自己按捺不住寂寞，与小厮偷情被抓，以致被沉塘而死。重来一世，妹妹你自作聪明选择嫁给司空景，可凭你的脑子，姐姐我很是担心啊。苏府的亲姐妹一起回家，这排场也差太多了吧？毕竟一个是嫁给侯府世子，一个嫁给6品编修。那编修虽是探花郎，但家境实在贫寒。娘，我不嫁了，司空家一点都不重视我。燕儿，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要嫁给司空公子的，说他才华横溢，能登阁拜相。如今迎亲的队伍都要到了，岂能容你胡闹？对，日后我可是要做首府夫人的，为了以后的风光，眼下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。你看燕儿为了你牺牲了多少，以后可要记得你妹妹的好。母亲，我这婚事难道不是妹妹挑剩下的吗？怎么就成了为我做出牺牲了？这不过是妹妹权衡利弊做出的选择罢了。婚事妹妹挑，嫁妆妹妹多。妹妹在您身边长大，您更心疼她，我能理解。
但祖母单独留给我的嫁妆，希望母亲不要昧下。若侯府知道母亲拿祖母给我的嫁妆补贴妹妹的话，想必苏府的名声也不会好听。那是你亲妹妹，司空家本就贫寒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心疼她？母亲，若嫁司空家的是我，您还是这套说辞。您私下补贴妹妹的，我不要，但是祖母留给我的，谁也别想带走，否则可别怪我不顾苏府名声了。好，嫁妆不会少你一分，以后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。上一世，我默许母亲拿祖母留给我的嫁妆补贴妹妹，以至于我在司空府因囊中羞涩，畏手畏脚了整整1年。重来一世，我怎会为不在乎我的人而忍气吞声呢？他提灯穿过人潮那一夜，以为撞进人间良辰月。没想到这楚世子看上去还挺赏心悦目的，倒也可以勉强算我不亏。夫人，世子，景夫人请你过去一趟。你去告诉她，今日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可是景夫人说，您若不去，她就吊死在锦兰月。夫人，真对不起，她那边我先去看看，马上就回来。夫君你去吧，妹妹这么晚叫你，肯定是有要事。谢夫人理解。夫人，有些事情并非你所想那般，只是个中缘由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我懂的，你安心去吧。这世子也太过分了，新婚之夜还去小妾那里，我看他根本就没把小姐放在眼里。时候不早了，早些歇息吧。新婚夜就能叫走楚星兰，看来这个小妾在世子心中地位很不一般。也不知前世我那受不了一点委屈的妹妹是如何应对的。楚西兰，你给我站住！那个贱人在大婚之夜如此做派，分明是在挑衅我。一个小妾敢如此嚣张，看我不发卖了她！此事并非你所想那般。好啊，楚新兰，我今日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你胆敢踏出这个房门一步，我就吊死在这儿。我倒要看看你是选我还是选他。苏锦烟，你过分了！来人，看住夫人，没有我的许可，不许放她出这院门。夫人，昨日睡得可还习惯？我并非有意让你在大婚之夜独守空房，只是……相公不必道歉，我知道一定是有不得已的原因。昨日我也没等你，睡得很好呢。哎，锦妹妹呢？怎么没见她来敬茶？不必管她。我是说，她身子弱，平日就养在锦兰院，鲜少出门，也还望夫人不要派人前去打扰。但凭夫君安排。夫人，这件事情我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但请你相信我，日后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。小姐，我帮您打听过了，锦兰院那位从没在人前出现过，满院子的丫鬟小厮，竟没有一个见过那位的模样。从未看见过她的模样。楚星兰啊，楚星兰，你的小心肝到底是美若天仙，还是貌似无颜，或是根本就不能见人？还有那位锦夫人好像身子不太好，最近这3年里，每巡侯爷都要请固定的太医前来为她诊治。那位太医最擅长的是外伤，没想到咱们故意看上去斯斯文文的，私下里居然……不得妄议。是。小婉，你再去厨房问下，这个锦夫人每日吃的是不是多食些清淡的流食？还有，去书房通报下，就说我月事来了，无法伺候世子。小姐，您这样只会将世子越推越远的。无所谓啊，我只要还是正妻就好。每寻都治伤，岂是擅长外伤的太医？平日里又无法见人。楚星兰，我本以为你是个谦谦君子，没想到活了2辈子，还是看错了人。你竟然还有在床上凌虐他人的嗜好。新兰，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越发晚了？公务固然重要，可晴儿才刚嫁进我们楚家，你该多陪陪她才是。近日边关战事吃紧，下朝后被皇上留下讨论对策，故而晚归，因此疏忽了夫人，还望夫人。无碍的夫君，公务要紧，府上有我和母亲作伴，夫君不必为此费心。她呀，就是不会哄人。晴儿嫁过来之后，每天都陪我这个老婆子逗闷聊天，
有他在，我精神头都好多了。好在楚母为人豪爽大气，与我也算投缘。等这死渣男归西之后，我们二人在这府上也好相处。此番梁国来势汹汹，陛下已经下令命我下月领军出征。母亲年事已高，侯府恐怕就要依靠夫人打理了。夫君放心，我会守好侯府，等你回来的。你且放心去吧，我不仅会好好打理侯府，还会帮你收尸，也算成全你我夫妻一场了。待我乘胜归来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等我。补偿我？新婚之夜跑去找小妾的死渣男，怕不是要给我带个土特产回来吧？小姐，我今日亲眼看见厨房给锦兰院那位送了2只猪肘，这还不算完，听说他一天要吃4顿，晚上还要吃夜宵。什么？楚青兰竟然如此变态！小姐，此事需要再提，你下去吧，不要再去打听锦兰院的事了。是。没想到楚青兰竟然是个喜欢凌虐男人的死变态，好在距离出征的日子也不远了，你就安心上路吧。等到时候我去南风馆讨几张头牌的画像烧给你，也算是尽了我们夫妻一场的情谊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说，夫君今日怎么没去锦兰院？去那儿做什么？夫人忙了一天了，我们早点歇息吧。别碰我，你个死变态！夫人，我都知道了，你喜欢男人。锦兰院的那位是个男人。你还知道什么？莫非他是奸细？我还知道你有怪癖，时常把锦兰院那位弄得浑身是伤。不过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，只要你不来找我麻烦，我就当什么也不知道，还可以帮你打掩护。新婚之夜，夫君被小妾叫走，本以为他是个宠妾灭妻、喜好男色、怪癖缠身的死变态，可是没想到真相竟会是这样。哎呦，祖宗，您找我能不能分个时候？今晚可是我的大婚之夜。我当然想分啊，可架不住军情紧急啊。哎，满脸的不高兴。你之前不是还想拒婚吗？说什么耽误你打仗？怎么几天的功夫就动心了？夫人聪明温柔，她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没想到还能见到你小子铁树开花的一日啊！本王甚是欣慰啊。只是出征在即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恐怕还要委屈嫂夫人几日，继续向她隐瞒我的身份。你放心，等战事平息，我定会亲自登门，帮你跟嫂夫人解释。解释？殿下这是准备要恢复身份？叫你来，就是为了此事。梁国再次入侵，父皇有令，令你我二人下月出发前往边关。二皇子是我大红国的不败战神，3年前梁国入侵，二皇子亲自挂帅出征，虽大胜梁国却身负重伤，当今圣上却当机立断，宣布二皇子不治身亡，让其以我爱妾身份在锦兰院营上麻痹梁国，等待给予梁国一击致命的机会。说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愿在夫妻一场，我可留你一条性命。什么谁派我来的？他人高马大，食量惊人，又神神秘秘的，从不在人前露面，才说他是男人很难吗？什么？你竟是猜出来的？并且他每巡都要找太医治伤，且是擅长外伤的太医，平日里又无法见人。你们在后院里做什么？还需要我多说吗？我不会去找他的麻烦，也会帮你们保守秘密，也希望侯爷不要与我为难。你跟我来。二皇子，此前因我的缘故，导致你和星兰兄之间产生误会，还请嫂夫人见谅。大阵在即，还望嫂夫人继续帮我隐瞒身份。二皇子放心，妾身绝不会向任何人透露。夫人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夫君，对不起，此事确实是我多想了。怎会？只是未曾想到娘子竟如此聪慧，仅从细枝末节，必能推演出这么多事。虽然有那么些许的偏差。二皇子公孙骁乃是大红的不败战神，如此准备充分，定能将梁国打得措手不及，一举拿下。可前世的这场战役中，红国大败，楚星兰丢了性命。至于二皇子公孙骁，更是无人提及，甚至大家一致以为二皇子在3年前的那场战役中就早早殒命。莫不是这其中有奸细？夫人，你不能进去！滚开！我今日还就非要进去看看，这院子里到底住了什么狐媚胚子，竟霸着世子新婚之夜冷落于我。这里不是你撒泼的地方，出去！我是你八抬大轿娶进门的侯府夫人，
凭什么让我出去？要出也该是那贱人出去。够了，你再这样闹下去，我就休了你。放开我！放开！楚心兰，你个宠妾灭亲的王八蛋！欺人太甚！楚心兰竟敢如此对我，我定要让父亲在朝堂上好好参他一本。小姐，我刚刚好像瞧见了那景夫人的背影，那身材长得比世子还要魁梧，感觉像是个男人啊！怎么可能？你怕不是看错了吧？楚心兰宝贝那个贱人宝贝的要死，怎么可能是男人？男人？楚心兰是公孙娇的心腹。3年前那场大战，公孙娇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主公一直怀疑那公孙娇压根儿没死。难道是？主公，公孙娇果然没死。这3年，他以锦夫人的身份隐藏在安定侯府养伤，如今伤势也恢复个差不多了。这次他很有可能领兵出征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做那只在后的黄雀，来个瓮中捉鳖，杀他大红个措手不及。这是我平日里读书时记录下的有关边关一些气候分析和地形图，也不知能不能派上用场。夫人，这笔记来的真是及时，有了夫人的这份笔记，定能助我与二皇子，助力我大红。能帮上夫君便好。得其如此，夫妇何求？两人凶恶，此次战事终究凶险万般。夫人，若我此去出了什么意外，你不必为我守寡，时常去陪我母亲说说话便好。不许乱说，我和母亲等着你平安归来。若我能平安归来，夫人可否给我一个走进你内心的机会？我知道夫人心思聪明，一直夫人还未曾对我打开心扉。若我能平安归来，我愿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待夫人愿意的那一天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平安归来。你干什么？夫人，等我回来。老夫人也真是的，那日话说的那么伤人，还说就当以后梅小姐这个女儿了，结果今天就跟没事人一样，下命令似的让您务必回苏府。明明都是老夫人的女儿，她这一偏心的太明显了。也没什么好怨的，母亲偏心也不是1天2天了，我都习惯了。倒是现在星兰出征在外，若不回去，闹出我不孝的传言，恐会累及侯府名声。索性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当回去看戏好了。这一口一个星兰，叫得好生亲昵。小姐莫不是动心啦？哪有，就你鬼机灵。娘，那个老钱婆一直故意找我麻烦，规矩多得要死。每日成婚定喜也就罢了，如今还打起了我嫁妆的主意。每个媳妇儿都是这么熬过来的，你只有忍得了一时，才好期待来日啊。不过嫁妆可不能动，那是你日后立足的根本。可是我都差不多快花完了。什么？快花完了？府上开销巨大，为了日后的官途，相公又要时常出去应酬。他一个6品编修，能有多少应酬？安定侯身居高位，如今结了亲家，理应多提携你妹夫才是。你也看到了，燕儿日子过得窘迫，你掌着侯府的财政大权，应当想办法挪些家用来补贴他。我为什么要补贴他？母亲也知道那是侯府的钱，母亲让我挪用，有没有想过会置我于何境地？你嚣张不了多久了，等那安定侯一死，你就是个寡妇。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在我们面前装清高。放肆！你竟敢对你亲妹妹动手！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安定侯带我大红领兵出征，妹妹竟敢咒他战死，难道妹妹是觉得这场战争我大红国必败吗？若是传了出去，这可是株连9族的大罪。苏锦烟，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会去好好查查司空景，把钱都花在哪儿了。母亲为你准备的嫁妆可不是一般的丰厚，怎么会是一个6品编修的几场应酬就能花空的？小姐，听说司空公子在外面养外室，被二小姐抓了个正着，他一气之下把外室打得流产了。这会儿司空家的老夫人正闹着让司空公子休了他呢。这么快就养了外室？大小姐，夫人让您立刻回苏府一趟。娘，娘
要给我做主啊！我才刚嫁进他们家，司空即就要抬个外室进府做贵妾。岳母大人，男人3妻4妾本属平常，笑笑是有孕之身，硬是被苏锦言毒打至流产，抬做贵妾乃是对他的补偿。司空公子，你拿我们苏家的嫁妆来豢养外室，如今还要抬她入府，宠妾灭妻，你真是一点儿都没把我们苏家放在眼里啊！岳母既然对我也如此不满，那不如直接和离好了。正好我司空家也不敢留这种毒妇。和离？我不要和离，我不同意和离。司空公子，你可要想好了，大红律例中有明确规定，和离后需要返还女子嫁妆。不知司空公子打算何时把你用来养外室的嫁妆钱偿还给我们苏家呢？强词夺理。对，你花了我那么多钱去养小妾，还想和我和离，白日做梦！苏锦言既然嫁进了我们司空家，人和嫁妆就都是我司空家的，怎么处置自己家的钱财，还轮不到你们外人多嘴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，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也一定要抬笑笑进府。就算进府也不能当贵妾，否则你就还我嫁妆。好，今天就当给岳母个面子。言儿，你这是何苦啊？爹娘又不是养不起你。我不和离，我还没当上首府夫人呢，我才不要和离。还在做首府夫人的春秋大梦，没有我的筹谋，他司空景凭什么当上首府？一个懦弱好色，一个蛇蝎心肠，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这辈子你俩就在一块儿吧，千万别分开。上了，前线传来消息，说咱们侯爷领兵大败梁国，不是就要班师回朝了。太好了，晴儿，你听见了吗？新兰就快要回来了。楚青兰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呢？定是夫人在想我。哎呀，又开始了！你饶了我吧，我知道你有个夫人了。什么叫又开始了？这是夫人与我千里传情，你个单身汉懂什么？羡慕嫉妒恨去吧。二皇子，此番大胜归来，朝堂之中想必也是万众归心了。父皇本就有意封我为太子，这下朝中自是无一言了。嫂夫人献策有功，我定会在父皇面前为嫂夫人好好的讨上一笔赏赐，就当是我欠你们的新婚贺礼。好，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楚新兰没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为什么重来一世，一切都变了呢？夫人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请安来迟了。昨日夫君一直缠着我，折腾了一整晚，早上实在起不来。一个妾室来我面前显摆什么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小姐，不好了，御史状告姑爷嫖妓，姑爷被罢官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此番征战，夫人的书卷帮了大忙。若无此书卷，大红即便取胜，也必损失惨重。二皇子已进宫为夫人讨要赏赐，能帮上你就好，最重要的是你能平安归来。夫人，出征前我说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，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，但丑话先说在前面，你得断了纳妾的心思，否则……我发誓。夫君不要轻易发誓，若不能做到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那我就和夫君做对姐妹好啦。好的，夫人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让你看到我的决心。那我且相信你去吧。数多少离合圆缺，停在他肩头如蝴蝶起歇。圣旨到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有苏锦晴献策有功，助大红平定战乱，实乃倾国英雄。朕特封其为郡主，赐号安国郡主，以示嘉奖。我叫苏锦晴，世家后院里一个不受宠爱的嫡女，父母偏心，妹妹更是处处都要压我一头。幸得上天垂怜，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。前世我在大家眼中算是风光一世，首府夫人，一品诰命，但是我并不快乐。而这一世，我本想做个有钱有闲的寡妇，却没想到竟意外收获了幸福。
夫君，你下池了，累不累？累啊，但一想到夫人，就不觉得累。我这一世的夫君，在大家眼里是个英勇无比的将军，可是在我眼里，他却是一个热情粘人的小狗。山上桃花开了，明日我带夫人去看桃花吧。可是我不太方便。不方便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楚星兰，你要当父亲了。你有孕了？我要当父亲了，太好了！夫人，谢谢你。这一世，我没再藏在别人的背后，而是光明正大的通过献策获封为郡主，收获了独属于我的偏爱，也即将拥有一个和我血脉相连的孩子。